Hello， 大家好，我是帅 K。关于鸿蒙啊，我们之前有视频回顾了它从立项到发展的过程。而前段时间的 HTC 2024代表着鸿蒙即将进入一个全新的时代。我们工作室的 Mate 60 Pro 和 Mate X5在升级纯血鸿蒙以后，其实有很多可以和大家分享的地方啊，比如说这个流畅性真的会让很多友商羡慕。打断动画极其顺滑，那动画末端贴满屏幕的效果也十分细腻。再比如啊，现在的鸿蒙真的是纯净到有点夸张啊，系统内几乎没有任何广告。再比如小艺的再一次进化，跨应用解决问题的能力得到了大幅提升。但我总觉得，如果拘泥于 AI 和多场景互联这些功能方面的体验，那属实是把纯血鸿蒙的意义给缩小了。我认为纯血鸿蒙最大的意义在于它提供了一个机会，一个重新再来的机会。我们如何能打造面向未来的 OS？ 今天我们带来了华为的鸿蒙 OS， 基于微内核的全场景分布式 OS。也就是说，明年华为的智能手机将全面升级支持鸿蒙的 2.0。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HarmonyOS 也是史上发展最快的智能终端操作系统。HarmonyOS 3.0， 它有强大的超级终端的功能，强大的分布式的能力。今天我们把 HarmonyOS 4带给大家。轻舟已过万重山，让我们大家一起来构筑更强大的鸿蒙世界。从鸿蒙首次发布到今天，历经了这1778天，在这5年时间内，我们坚信没有人能熄灭满天星光。今天，鸿蒙大势已定，让我们一起来迎接属于我们自己的星河璀璨。在视频正式开始之前，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国内主流的移动端平台安卓和 iOS 的区别。很多人呢都会吐槽安卓的软件生态差，也会有很多人说只有苹果能管住这几个流氓软件。其实这件事的核心原因并不是安卓不好，而是在国内这个环境，安卓就没人说了算。各位朋友们，看了我们安卓18的新特性，有没有什么想法想分享一下？谁赞成？谁反对？我不太赞成。我有一个新的想法。哎呀，我觉得你这个不行。我也有个新想法。这个如果我们听我的话，其实效果会更好。然后这样的话，这导致了2个现象。第一是不少安卓软件在精致程度甚至功能性上确实不如苹果，并且广告可能会更多。第二呢是各个厂商为了尽可能弥补这种情况所带来的体验问题，大家都只能从自己的终端设备上入手。比如我在手机端加隐私保护的各种设置，控制各种权限。所以呢，在过去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如果你真的对软件安全生态要求很高，也许你真的只能选苹果。而为什么纯血鸿蒙有可能解决这个问题呢？首先，华为能说了算。点开鸿蒙开发者官网，你能发现华为针对鸿蒙 Next 应用权限规范做出了非常详细的要求。在权限使用的基本原则中，华为规定应用所需权限必须在应用的配置文件中逐个声明，并且呢，我给大家看看一些对于权限要求的具体叙述。权限申请满足最小化原则，应用申请敏感权限时必须填写权限使用理由字段，以及需要在对应业务功能执行前动态申请。用户拒绝授权某个权限后，应用与此权限无关的其他业务功能应允许正常使用，并且华为还会引导开发者，应用申请过多权限会引起用户对应用安全性的担忧，以及使用体验变差，从而呢也会影响到应用的安装率、留存率。而且华为并不是嘴上说说，鸿蒙 Next 重新定义应用获取隐私数据的规则，直接取消开放像是通话记录、短信、电话、读取与安装应用列表等9类华为认为并不合理的隐私权限。也就是说从根儿上，第三方应用它就没有办法获取这些权限了。那现在呢，打开我升级了鸿蒙 Next 的 Mate 60 Pro， 点进设置，找到隐私和安全，再打开一个安卓机，稍微对比一下两者，你就会发现鸿蒙给第三方应用开放的权限明显更少了。光在1级界面，华为就少了很常见的电话、短信、通话记录这些核心权限。进入2级菜单，你会发现很多应用喜欢索取的获取应用列表、后台弹出界面等权限，鸿蒙这儿压根儿就没有。这些改变不仅会让开发者在开发应用时就尽可能减少非必要权限的索取，在用户使用应用时，尤其是对于很多权限并不是很了解的老年用户来说，这是一层最根本的保护。
因为很多消费者在收到应用权限请求的时候，压根儿就不知道自己到底给出了什么数据。为什么一个看视频的软件要录制音频？为什么一个社交软件要确切的位置信息？为什么一个出行软件要读取你已安装的应用列表？很多人在给权限的时候，其实压根儿就不会深究，就好像我们看到一个用户协议时，有多少消费者会真的读一读，并且考虑一下合不合理呢？而纯血鸿蒙就是在最开始的这一步，把很多非必要的权限直接收回，应用连管消费者要权限的资格都没有，只能访问使用应用所必须的具体数据，从管权限到管数据，这显然是更利于消费者隐私保护的。我们找到了几个目前在鸿蒙 Next 上完成度比较高的应用，比如飞猪啊，除了消息板块不能快捷回复信息，绝大部分功能齐全，都能正常使用。而这个已经基本做完的应用，大家伙可以看看，在纯血鸿蒙上，应用所需的权限比鸿蒙 4.2 就少了很多。那相比安卓，像是控制媒体音量、开关 WiFi、开关蓝牙、使用 FC、修改系统设置项、蓝牙管理控制制动器、解释后台进程，这些和应用核心体验没啥关系的权限，在纯血鸿蒙上一概不用。不仅仅是飞猪像是淘宝、支付宝、小红书、爱奇艺等基本的常用应用，纯血鸿蒙在权限索取上都有优势，主打一个只要核心功能可以用，其他的与我无关。这件事儿在国内，大家伙可以好好想想，除了华为，还有哪家厂商能牵头做？或者说，如果不是华为牵头，会有多少厂商和开发者愿意配合？而开发者愿意配合，不仅仅是华为的受众人群足够多，还有一个原因是华为受众人群的消费能力真的太强了。这为纯血鸿蒙生态在发展的过程中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之前在安卓生态上也许只有疯狂要权限才能盈利，终端厂商和软件开发者形成了一种互搏关系。开发者想着怎么要更多权限，占用更多资源，厂商想着怎么控制应用权限来保证体验。而现在则变成了大家伙我们都听华为的准则来做应用，体验好了，华为的用户还能不愿意付钱吗？而这更像是一种良性循环。这就是我认为纯血鸿蒙生态最大的意义。多年前我们没有能力，也没机会去构建一个自己的生态。多年后，也许困难重重，但我们终于可以重新来过。视频看到这儿我相信评论或者弹幕肯定又会有人说我在为华为画饼。虽然现在纯血鸿蒙在应用权限上的优势已经初见端倪，但想要构建起这种巨大的生态，确实还需要很长的时间。我如果做鸿蒙更显性的一些改变给大家看看打断动画的效果，演示小一的进步，说不定也更有流量。只不过我还是认为，把我心目中鸿蒙最大的意义分享出来会更有价值。其实很多网友的疑问呢，我之前也有，并且也问过在华为的朋友。好多人吐槽纯血鸿蒙在体验上似乎还没有拉开巨大的差异和颠覆，华为为什么不做的激进点？网友的争议我就少多了。朋友笑了笑说，华为有上亿用户，这些用户的年龄跨度也很大。如果用户第二天起来发现自己的设备和之前完全不一样，这真的是好事吗？很多时候感觉不到改变才是最好的选择，因为真正的润物是细无声的。OK， 那本期视频的找内容就这么多。如果你喜欢本期视频的话，请到点赞、评论、投票、转发。各位对于纯血鸿蒙生态是否看好呢？可以弹幕或者评论分享一下。我是HRK，我们下期视频见，祝各位好运，拜拜。